今天是我在华兴300峰国家公园探索的第一天。从著名的考店高山观景台下来之后呢，我就驾车前往300峰公园的海边区域。我感觉考店观景台所在的那座山峰，就像是300峰国家公园一个地理和景观的分隔门户。在这个门户之前，还是典型的东南亚热带的那种椰树林和大片大片的稻田。然后过了这个点之后，出现在我面前的呢，就是类似于青藏高原一般的草原、湖泊、盐碱地和远方高高的山峰。这种感觉呢，和整个泰国整体的地貌氛围完全不一样。在这块地方没有任何的树荫，骑行呢也自然是非常炎热。这时候就要大口大口的喝水了。我觉得吧，这一段路，其实我跟人说我在西藏摩旅，可能都可以糊弄过去。真的很像那种青藏高原的风景。后面还有一片盐碱地，这个地方太像高原了。其实这个地海拔只为0而已，跟整个海平面积是齐平的一个区域。你看，然后这后面这块地方不知道以前是种植什么的，它完全变成了一片盐碱沼泽地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光秃秃的。哇，那边就看到海了吧？那边有椰子树的地方就是海边了。啊，真的是太苍茫了，这感觉。哇，然后这正前方的景色，这后方的乌云密布的感觉又完全不一样，真的是换一个镜头就是两个天地。哇，真的是感觉就像在童话世界里一样，很像宫崎骏的动画里的场景，这种太漂亮了，怎么会这么漂亮？除了前面我提到的地理地貌特征之外，在草原上散步和吃草的牛羊们，也让我联想到这里是不是青藏高原或者蒙古国呢？当然了，我今天最终的目的地并不是这片草原，而是靠近海边一个叫做 Sai Cave 的洞穴，以及海边著名的白沙滩。过了这个垭口之后，眼前又豁然开朗，感觉从青藏高原又回到了热带的海边。这段短短的只有1公里长的通往 Sai Cave 的海边大坝上的公路，可谓是整个300峰最美的海景公路，没有之一。甚至在整个泰国也算是绝美的海边公路。在这边骑着呢，感觉真是物我两忘。左手边的山峰和右手边的蓝色的海洋相映成趣。在路的左手边，除了高耸的山峰之外，还有一个小渔村。在小渔村里边呢，也散布着很多民宿、餐馆以及小酒吧。晚上如果来到这片区域，可以来这里吃饭或者小饮一杯。不一会儿，一块巨大的岩石就伫立在这条路的尽头，而这个地方本身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，叫做路字尽头。那么很多人到了这里以后也会好奇，在这块巨大的岩石背后藏着什么呢？那这里呢，我先卖一个关子，我们先到山顶上的 Sai Cave 洞穴里去探索，待下来之后再带大家来探索岩石后面的神秘空间。而 Sai Cave 的入口与停车场就在这块岩石的左边。哎呦，想不到这个 Sai Cave 还是要爬一点山的。虽然说没有刚才那个靠垫的那个山顶的那个高度高啊，这是树林里面全长满了各种仙人掌，挺好玩的。很少看见森林里边长这么多仙人掌，仙人掌一般在沙滩跟沙漠里面有。这是一片仙人掌森林啊！怎么爬了半天才哈佛呀？今天这个爬山爬得够的了，真是，哇，全是仙人掌！这仙人掌丛林，千万别摔跤啊！一摔跤投入他们的怀抱就完蛋了，那是体无完肤了。哇，后面有海。可以看到海了，哇！
我们原先印象中的仙人掌，它的这个茎块都是软软的、绿绿的，里边有汁水的。但是，一旦它的根部木化了以后，是非常坚硬的，敲起来跟水泥、石头做的一样。说明这些仙人掌都长的年份比较长了，起码都是10年以上的仙人掌，变成仙人掌树了。哇，这个风景！远方的蓝天白云，中间的蔚蓝的海水，在近处的翠绿的树林，在最跟前的一些深墨绿色的、深绿色的仙人掌，啊，好一派魔幻奇景啊！啊，我觉得这个 Side Cave 的这个山峰呢，肯定不止240米的。好累，可能也是因为刚才我爬了那个考 Dam 的那个山峰以后，现在更累了。也许一开始爬的就没这么累，不管它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那个洞的入口了，哇，里边黑乎乎的，好怕怕哟！这里就我一个游客，吓死我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就进洞看一下。哇，哎呀，这个洞里边空间好像还挺大的，继续看一下才知道。哦，但这有点黑呀。哎呀，小下不大看清楚。它上面是一个洞，它的那个顶上的光线可以直射进来，其实跟那个纳亚帕空洞是有点像的，只不过这个地方没有纳亚帕空洞这么大。纳亚帕空洞也是一个巨大的洞石，然后顶上有一个开口，阳光从天而降。然后纳亚帕空洞的洞里面还造了一座神龛，我们可以把这当成纳亚帕空洞的前奏，或者说是迷你版的纳亚帕空洞。纳亚帕空洞的这个 hiking 时间可能要1个小时单程，有人说可能2个小时，所以说真的是可以把它当成纳亚帕空洞。这里还可以下去，下去这么深，好吧，我们就去探个险了，不过注意安全。这里面这么深的，我还以为只是外面那个石狮罢了。哇，离我们上来那个空间已经很长一段距离了，要说下去，好吧，下去，也没有完全很黑到伸手不见五指那种，只是要小心点。哇，上面还是有些微弱的光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拿的是手机在拍，那个 Action 4呢没有拿进来，这就意味着我手机不能，哎呦我靠，不能边开着电筒边摄像。shit！ 撞到这个石头了，我操！真的要小心！这里边黑黑的，什么都不见。我觉得也神奇，他妈的，泰国这种国家公园，本地人收40泰铢，外国人收200泰铢，然后在这里安装电灯都懒得安。我操！我刚才头撞伤了，可以向他们索赔吗？估计不能吧。OK， 我发现我的手机其实是可以边打着灯边摄像的那就好办很多了。我记得以前那个手机是不能边开摄像头边开这个手电筒的。哇，这里，天哪，完全是一片黑暗。如果说你没有带手电筒或者手机上的这种灯源的话，你真是什么都看不见，很危险。这泰国的景区管理方也真是心大。刚才我就撞了头了。这里如果假如说遇到那种视力不好的人，真的很可能在这摔伤，甚至搞出很严重的事故的。真是，就是这个岩洞里边，你既然卖票了，你好歹装一盏灯，对不对？OK，这前面就不让过去了，这说明这里是比较危险的地方。上面有一个洞，有股阳光从上面直射下来。一束如同天堂射过来的上帝之光，照映了这个地下世界，让这个地下的世界仿佛有了一丝光明。风景是绝对 OK 的，就是头这里刚
刚才撞了一下那个岩壁顶上那个尖凸起的那块地方，然后其实是有点擦破皮了，刚才是有点雪的，但现在雪止住了，雪不是很多。哎呀，大家来泰国这里玩，开心是开心啊，但是安全是真的要注意当心。这里的景区不像马来西亚，不像中国，更是不像日本、欧美那样，它有完整的这种后备的那种后勤保障体系。如果真出了事情的话，可能只能你自己听天由命。尤其像这么野的这种地方。快到底下这里就是一条地下的一个湖，也没有水的，我就不下去了，怕出现危险。然后差不多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是到顶了，到底了，不是到顶了。OK， 我们就应该是那个方向，那边有一个小亮的地方才是出口，这是刚才那个顶上有洞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就准备出去。所以说，他这里让你在3点钟以后就不要进来，也是有道理的。不然的话，到时候一丝光线都没有，这儿就漆黑一片，真的是。OK 啊，你看那边有一个小楼梯的地方才是出口。OK， 我们原来进来的地方回去。胜利的椰子加1。我觉得这里喝什么饮料都不及喝这个鲜椰子爽。太爽了！而他们这些卖椰子的农民还会把椰子放在冰水里边，超冰凉的。好开心哦！好，在路的尽头打个卡，好像很多来摩旅的人都会在这个地方打个卡，就感觉是骑到了天涯海角，骑到了世界的尽头，已经没有路了。刚才其实我去探洞之前也发现，后面其实还是有一个空间的，一个小小的神龛，大家看，一个小小的神龛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洞，然后就没有什么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后面好像还有一个空间。也是放了一些神像罢了。好吧，就真正意义上是路的尽头了。哇，这个地方，这个风景，真是太像是那些日本动漫啊，或者说那些幻想作品里的感觉了。这个路子尽头的景点，在中文互联网上也被人称之为泰国版的冷酷仙境与世界尽头。我觉得这个称呼呢也非常贴切。那么探访完之后，我们沿着美丽的海边公路继续去下一个景点300峰的白沙滩。然后骑到路边，发现这里有这么大一个巨大的池子，这个好像是有点像晒盐的池子，不知道是不是，我也不懂，还是晒石膏的，石膏岩、石膏矿。然后，哟，这地下是软的，这地下还不能撑脚撑，那就只能站着了。这是什么矿呢？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教我一下吗？说起300峰的白沙滩，其实有好几个，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要去的Sun Praya Beach。那么还有一个著名的呢，就是在纳雅帕空洞山脚下的那个沙滩，而那个沙滩呢，一般都是和纳雅帕空洞一起游览的，我们留到后面再去慢慢探索。不一会儿呢，我们就到达了Sun Praya Beach 的入口。说它这个联票哈，它所有的这些景点的开放时间都在这边，所以说你要在1天之内想玩完这么多地方是不可能的了，所以说只能分个1天到2天、3天来玩。然后今天又到一个景点是这个海滩，这个海滩呢也要收门票，反正都是在刚才那个200泰铢的门票里咯。然后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Sun Praya Beach。对了，这个 beach 和 beach 到底怎么发音比较能够区分得开了？老是感觉在说沙滩的时候感觉骂人。beach OK， 所以说它这个考 Soryo National Park 是一个很大的区域，它也分成好多部分。像今天这个是第3个我到的这个区域了。我刚才看看它的列表上，整整12个景点，都是在一张通票里的。所以说，想在1天内玩完这12个景点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你基本上就是要精选一下，选几个自己能去的，
然后那些洞穴的话呢，除了那个纳雅帕空洞和刚才我去的那个 Side Cave 之外，有很多其他几个洞穴，感觉除了纳雅帕空洞之外都大同小异。哦，这个沙滩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沙滩就是网上那些人所谓的白沙滩，因为它的沙子完全是洁白的。这个沙滩可能是因为收费的吧，所以说来的人不多。然后也很干净，因为收了门票嘛，那相对而言肯定有一定的清洁工在维持这里的干净和卫生了。哇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它之所以被称之为白沙滩，是因为它这个沙里边含了很多这种贝壳的碎片，所以说它整个沙土的感觉就是呈现出一种白色的。所以说这一片沙滩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贝类动物的一个坟场了。我这么说是不是太阴森恐怖了？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的大自然的一种循环而已。好美。现在太阳也慢慢快准备西下了，所以现在的光线其实是最好的。每次到达这样壮阔的海边，我都会放飞无人机拍摄一下全景。但无人机自从前几天在甲米炸机之后，拍出来的画面呢，也是一天更比一天陡，因为它的云台始终没有恢复正常。不过聊胜于无，总比无人机摔坏以后彻底无法起飞要强，也算是留下了一个空中的念想。今天是我在华欣300峰国家公园深入探索的第一天，在这一天的时间里，我就已经探访了很多区域。首先，我爬上高高的口店高山观景台，看整个300峰的全景。然后呢，来到海边去打卡那个泰国版的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。而在这个路子尽头的左手边，我又爬上高山，探访山顶上的 Side Cave。最后呢，又回到海边去参观著名的白沙滩。从这一天的行程，大家就可以发现，300峰国家公园是一个坐落在海边，但是却是以高山、岩洞、湿地和盐碱草原为景色构成的一个国家公园。所以当您驾车在300峰国家公园内部行驶时，也可以同时看到许多不同风格的地理地貌和景色。这一会儿我又驾车来到了海边，这时候海边又出现了一个野沙滩。又是一片野沙滩。本来想去吃饭了，然后看到这个野沙滩还挺美的，然后就忍不住停下来。好了，这也是海边的落日，来测了。今天的行程可谓紧凑又充实，但是在一天时间里连续爬了2座高达400-500米的山峰，感觉体能消耗还是很大的。当务之急就是找地方吃晚饭了。哇，在回镇上的路上，这个阳光从屋檐里边照射出来，然后这边呢，一场暴雨正在前方大概几公里外正在肆虐，你看，不知道这个雨带会飘到我这边来，无所谓了。对雨这个东西呢，我现在已经免疫了。哎呀，后面就是300峰，后面就是晴空万里的300峰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您要到300峰国家公园深入探访几天，我建议你就住在当地。而住在当地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这周边的商业配套比较少，包括饭店。这个饭店好好玩，我就要问他厕所在哪里，厕所在后面，要走这么多路。This cooking is fighting， fighting 搞斗鸡都是，哇，这都是斗鸡哎！有人家饭店的老板不但自己开饭店，还养了这么多斗鸡。OK，Thank you 。我靠，上这个厕所还看了这么多有趣的东西。我想这些鸡如果斗败了，是不是马上就到餐厅里被做成炸鸡了？我哇，有点意思。上面还有一个。
这里还有斗鸡场，现在没有比赛了，要是有比赛的话可以看一下。晚饭在高速公路边上的一个饭店吃一下，点了2个菜，一个虾仁炒芦笋炒蔬菜，还有一个猪肉色拉，猪肉末拌色拉。这附近的餐馆的选择比较少，所以说只有在报的后面外面这个轰隆隆的高速公路吃饭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哎呀，吃完了啊，味道还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是它这个猪肉香肠色拉，发现它就是猪皮我不吃的，可能是谷歌翻译出问题了吧，就是猪皮色拉。哎呀，不过老板还送了这个很好的水果，这个西瓜上面还给你留个小靶子，可以当蒜子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今天晚上吃完饭逛一下，发现我住的这个区域，他们那个村子里呢，生产各种石雕，就是拿那个钟乳石岩的那个石料来做的各种石雕，蛮有趣的啊。但是做工呢，好像就没有中国的那些佛像，就这些雕像那么精致了。但是它这个材质是比较特殊的，就是那些洞穴里的钟乳石。所以说它的材质比较特殊，但是工艺嘛，蛮好玩。我们看一下，那就是这种钟乳石的岩石，他们拿来雕刻，就是这些小佛像、小佛牌什么的，也有大佛像，所以说他们这个村子里还是有一些特产跟工艺的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靠洞吃洞。所以这些就是他们那些原石，就是钟乳石。然后它这个原石是这样，不是像一个长满了疙瘩的鸡蛋。这是他们主要的石雕的原料。这些东西的构成应该主要是石灰岩、石灰盖吧，不是很懂。也不会买了，因为太重了，不可能背回去，而且做工嘛。工艺也就这个样子了，漂亮的老板娘。Okay, I do some little YouTube channels. Yes, the top recommended. 哎呦，老板娘真好，人又漂亮，然后还给我送芒果，真是。Okay, see you next day. 在外面疯玩了一整天，回到民宿还能收到老板娘如此温暖感人的小礼物，真是让人分外感动呀。他也说了，他家的芒果呢是远销日本和韩国的，品质也非常好。那么非常推荐他们家的民宿，刚才呢也把他的民宿的名字打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哦。那么明天的安排呢，自然就要去探访整个300峰公园最著名的景点纳雅帕空洞了。那么和今天的这些景点比起来，明天的纳雅帕空洞才是整个行程的重头戏。